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谢木君。今天不讲主线剧情，来讲一下最强新人海军的故事。草帽一行人离开左岛后，兵分两路，路飞带着娜美等人前往蛋糕岛夺回山治，索隆和乌索普等人则赶去和之国，为与凯多决战做准备。路飞这边，因为路飞不擅长厨艺，浪费了所有的食物，导致全团陷入食物危机。饥肠辘辘的路飞甚至动起了吃掉乔巴的念头。乔巴的惨叫将娜美引来，娜美拼尽力气一棒子敲晕了路飞，救了乔巴一条命。在众人绝望之际，负责瞭望的佩德罗猛然发现了一座小岛，路飞迅速恢复活力，指挥全员全速前往小岛。这时一直在一边沉默不语的贝克穆斯突然发话，他告诉路飞等人，那座小岛是个海军基地，还是绕过去为妙。可是眼看大家都要饿死了，哪里还顾得上前面是不是海军基地呢？目前抢到食物才是当务之急。娜美将船停靠在隐蔽处，留下贝克穆斯和佩罗德守船，自己和路飞等人驾驶鲨鱼潜艇悄悄向海军基地靠拢。虽然以路飞现在的实力对付一般的海军绰绰有余，但是这个海军基地可不是一般的海军基地，这里是负责监视四皇大妈的大本营，蛋糕岛的最前线海军基地，里面汇集着来自海军各个部队最臭名昭著的暴徒。虽然实力不及海军大将，但绝对是难缠的对手。此时一艘刚入港的军舰上正发生一起争斗，一个刺猬头的年轻海军很轻松地将船上其他海军干掉，态度充满挑衅和狂妄，引起海军基地的中将普罗迪的强烈不满。路飞等人趁着骚乱悄悄登岛，布鲁克利用灵魂出窍的能力吓晕几个海军后，娜美等人立刻扒了海军的军装换上，悄悄潜入到了基地里。乔巴站在山坡的高处，看到一群海兵正在往一座塔内搬运粮食，看来那里应该就是粮食库了。可是粮食库的旁边就是基地的总部所在，戒备森严，想要抢走粮食又不引起骚动，确实有点困难。娜美和乔巴商量好潜入的策略后，扭头一看，路飞和加洛特已经不见了。两个活宝闭着眼睛，靠着鼻子，沿着食物香气传来的方向跑出去寻找吃的，吓得娜美和乔巴赶紧追了过去。没想到路飞和加洛特闭着眼睛都走得那么快，转眼间这俩活宝就直接进了海军基地的总部。娜美和乔巴没办法，只好跟了进去。海军基地内部，少年海军刺猬头是一个桀骜不驯、拥有暴力倾向的天才海兵，才17岁就已经当上了海军上校。此次他是自愿调遣到这个危险的边境海军基地服役，为的就是打败大妈。中将普罗迪对这种狂妄自大的小鬼十分瞧不起，仔细看了看资料，原来是库赞部队里的人。库赞这家伙自己都在海军的权力斗争中失败了，临走时居然留下了一堆问题少年。刺猬头一听普罗迪贬低库赞，顿时怒从心头起，起身就要干仗，被旁边的海军拦了下来。普罗迪安排手下带刺猬头先去稍微休息，手下将刺猬头带到了总部的餐厅。这里的海军果然都不是善茬，每一个看起来都不是什么善良和蔼正义的角色。他们看到有新人进来，就在一边语言相激，甚至有人主动闹事出手。刺猬头可不是好惹的，反手一拳将找茬的家伙击飞。刺猬头的这一举动立刻激起民愤，一个巨人海军猩猩哥站出来，二人怒目相视，其他人已经准备好看一场恶战了。没想到猩猩哥一把抱起刺猬头，哈哈大笑，原来二人是早就相识的战友。另外还有一个背着2把剑的瘦弱海军白发哥，和他们也是一期的新人海军。猩猩哥高高兴兴地拉着刺猬头到一边叙旧去，二人的身后，路飞和加洛特正在吧台前点餐，看着热气腾腾的咖喱饭，二人眼中立刻泛起星光，坐在座位上敞开肚子猛吃。娜美和乔巴跟着路飞潜入到餐厅，餐厅阿姨看到娜美如此瘦弱，立刻给二人端上咖啡饭。娜美感动的热泪盈眶。这时加洛特发现了二人，隔着10几米的距离扯着嗓子喊出娜美的名字。娜美和乔巴惊出一身冷汗，其他的海军也许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，但是听觉敏锐的白发哥立刻察觉到了异样。他看到娜美的脸蛋之后，立刻认出来他就是草帽团的小贼猫。白头哥一个纵身跳到娜美面前，接着掏出了娜美的悬赏令，双眼泛出爱心，十分肉麻的向娜美当场告白。娜美吓得领着乔巴转身就逃。海军基地外面的森林中，负责夜巡的海兵发现了被绑起来的几个海军，立刻向总部报告。根据这几个海军的描述，他们是遇到了幽灵，但是中将普洛迪不这么想，这件事一看就是有人抢了海军的衣服，潜入到了基地里。他立刻派出手下展开地毯式搜查，派出大量的影像电话虫，目标找出入侵者。不过海军们找了很久，也没有找到任何蛛丝马迹。就在中头烂额之时，士兵们发现了食堂的骚动，
由于路飞过分的抢夺他人的食物，引起其他海军的不满，普罗迪让手下拉近影像电话筒的拍摄距离，一眼就认出了路飞的样子。他立刻启动警报，向全员通报了路飞的位置。海军们倾巢出动，包围餐厅。路飞面对海军们的包围毫不慌乱，甚至根本顾不上海军，沉浸在食物之中无法自拔。乔巴和娜美趁乱溜出餐厅，向旁边的粮食库奔去。海军们兵分两路，一路去食堂缉拿路飞，一路则跑去海岸搜索草帽团的海贼船。新兵刺猬头一见路飞，顿时来了兴致，能和悬赏金5亿的男人过招，想必应该是一件十分过瘾的事情。加洛特看到海军越来越多，十分害怕。路飞抬起头看了一眼，继续低头猛吃，不仅吃，还想当着中岛海军的面抢劫食物。一边的刺猬头实在看不下去了，跳起来拔刀就砍。路飞反手用饭勺子将刺猬头的攻击拦了下来。刺猬头继续猛攻，路飞根本就没有将这种实力的海军放在眼里，一手抱着食物，一手拿着饭勺，轻松应对。拦下刺猬头所有的攻击后，一勺子怼在刺猬头的脸上，将他放倒。刺猬头的好友猩猩哥站出来，使用绝技西吹气功补法，身体突然膨胀，没给路飞反应的机会。猩猩哥瞄准路飞，用出指枪。路飞躲过后，猩猩哥又使用了连续指枪，接着再使用隔空指枪，路飞全部躲开。但是路飞不想恋战，毕竟打架是要耗费体力的。他跳起来，带着加洛特向出口逃去。猩猩哥拦在前面，使用铁块。路飞一个喷气手枪将猩猩哥击飞，然后逃出餐厅。躲开了猩猩哥，前面还有白头哥。这个喜欢追女生的海军看到加洛特第一眼就喜欢上了他，捧着一把胡萝卜等在加洛特的面前。加洛特十分高兴，抱着白发哥吻了一下，然后和路飞继续跑路。白发哥一看路飞的桃花运也太好了，起了醋意，拔刀拦在前面，对着路飞猛砍。路飞使用武装色无奈地挡下了白发哥的攻击。加洛特冲过去给了白发哥一击电击，电晕了白发哥。这时布鲁克的鬼魂跑过来告诉路飞，娜美和乔巴已经入侵到了海军的粮食库里。一听粮食二字，路飞立刻兴奋不已，跟着布鲁克奔向粮食库。刺猬头三人组和其他的海军在后面对路飞穷追猛打。路飞将挡在前面的海军瞬间清理干净，跟着布鲁克开启疾跑。结果来到一面墙壁前，鬼魂状态的布鲁克轻松穿了过去。加洛特和路飞则被海军围困在了死胡同里。路飞转身用武装色一拳砸开墙壁，跟着加洛特逃进了粮食库。娜美本想速战速决，抢了粮食赶快回到船上，没想到路飞和加洛特、乔巴坐在地上就吃了起来。刺猬头三人组终于追了上来，路飞放下食物和他们展开混战。猩猩哥使用西吹气功卸法，从一个魁梧男转眼变成了一个瘦子，然后用接近瞬移般的速度猛攻乔巴。乔巴虽然没有见闻色，无法感知对手的动向，但他有他的绝招毛屁强化。乔巴的最高防御状态可以轻松抵御这种小角色的体术攻击。猩猩哥重新变成魁梧男，对着乔巴使出十指枪，这么残暴的体术应该可以让乔巴破防了。没想到乔巴毫发无损，重力强化巨大化，冲上去一击重拳破了猩猩哥的铁块，将他击飞。好色痴汉白头哥为了娜美和加洛特对路飞猛攻不止，加洛特将他电击倒地后，他继续顽强站起来，十分油腻地进行表白。娜美实在受不了这种花心痴汉，使用天后棒召唤出雷电，再次将白头哥轰倒在地。路飞和娜美、加洛特赶紧脱身，没想到白头哥再次顽强地站了起来。身为海兵的他此时有了新的人生目标，打倒路飞，成为娜美和加洛特的船长，带上2个美少女在海上冒险。情绪激动的白头哥用双剑召唤出一道火焰，路飞用武装色将火焰轻松弹开，结果火焰击中了房顶的水箱，水箱翻滚下来，将整个粮食库冲毁，把路飞一伙人冲了出来。刺猬头从粮食库里追了过来，看准机会冲上前和路飞对决。刺猬头跳起来，利用左手仿造责法的蒸汽拳头攻过来，蒸汽的动力加上自身力量，让拳头的劲道瞬间提升，但打在路飞的身上还是没什么用。刺猬头一边嚷嚷着打倒4皇，一边再冲，结果又被路飞击倒在地。路飞打倒了刺猬头，带着伙伴们赶去海港。临到海边的时候，埋伏在这里的海军们亮起探照灯，将路飞几个人包围在了原地。海军基地中将普罗迪站出来喊话，对于路飞这种让平民百姓担惊受怕的海贼，海军绝对不会轻易放过，因为如果放过了路飞他们，自己就要被降职了，不仅降职还要降薪，自己悠哉的养老计划就要泡汤了。普罗迪喊完话后掏出火箭炮，但他对准的目标并不是路飞，而是在不远处海岸边等着他们的布鲁克和鲨鱼小潜艇。普罗迪一炮轰过去，耀眼的光芒将布鲁克和鲨鱼小潜艇笼罩其中。普罗迪告诉路飞，这个火箭炮是年轻时跟他的爷爷卡普干架时候经常使用的武器，是充满霸气的火箭炮。
路飞在普罗提开炮之前拦住乔巴和娜美等人，逃出爆炸，迅速逃脱。海兵们迅速展开包围，娜美使用天后棒的雷电攻击，没想到海军们配备了绝缘盾牌，将娜美和加洛特的攻击轻松扛下。不过就算不用雷电攻击，路飞等人的体术也是相当厉害了，根本不是这个级别的海军能对抗的。几个人将海军一顿揍，骚乱引起了粮食库这边刺猬头三人组的注意，但是刺猬头已经没有再挑战路飞的欲望了。本来以为自己的实力已经很强劲，被路飞狠揍一顿后，刺猬头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受到强烈打击，对未来失去希望。星星哥和白头哥见他这么消极，也没理他，丢下他之后赶到混战现场。刺猬头呆坐在原地，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导师前任大将青雉曾经对自己的教诲。年幼的时候，刺猬头拥有某种恶魔之力，左手会变成巨大的兽爪。在一次失控暴走的时候，大将青雉刚好路过，控制了他的力量，将他和星星哥、白头哥一起收服到海军内部，作为新兵培养。当时的刺猬头一直很难理解，为什么青雉一直不让他们出去执行任务。青雉告诉他们，如果出海就会碰到无法无天的家伙。末了问了他们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：如果碰到打不过的家伙会怎么办？路飞将中将普罗迪干倒后，和赶来支援的两个新人海兵混战一起，用了几拳就把两人打倒。刺猬头赶了过来，二话不说对着路飞就是一拳，接着他挣碎了左手的装置，恶魔兽爪展露出来。刺猬头的认真和执着打动路飞，路飞微微一笑，准备和刺猬头认真打一架。此时朝阳正从海平面缓缓升起，路飞和刺猬头在朝阳之下对峙良久。刺猬头率先发动进攻，一拳打过去，路飞用二档避开后闪现到刺猬头身后，打出喷气手枪。没想到刺猬头也闪现躲开，接着用兽爪抓住路飞，将他摁在旁边的岩石上。路飞启用三档，让自己的手臂也膨胀起来，和刺猬头展开对拳。刺猬头丝毫不落下风，和路飞打得有来有往。路飞跳起来用三档打出雷神相枪，刺猬头丝毫不虚，冲上去用兽爪硬刚，二人居然僵持不下，一时难分胜负。最后还是身为前辈的路飞更胜一筹，巨大的拳头打在刺猬头的脸上，将他从天空击落。路飞打败刺猬头和娜美等人返回到桑尼号，他们几人辛苦背回来的口粮本来可以撑到蛋糕岛，结果被路飞等人瞬间吃光。很难相信路飞在海军基地的时候只是吃了个8分饱而已。刺猬头从昏迷中醒来后，第一件事就是哈哈大笑，能和悬赏机5亿的大海贼对决，果然刺激又过瘾。他与两个同伴站在岸边，目送远处的桑尼号越来越远。